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因为一根鸡腿，我被婆婆扇了一个耳光。她说我是外姓人，不配吃他们李家的肉。后来老公脑出血入院，需要家属签字手术，我连忙摆手拒绝。我一个外姓人，怎么做得了这个主？此时婆婆正在喝她大外孙的满月酒，等她赶到医院时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李天明家属在吗？病人出血量太大，需要马上做手术，家属请立刻签字。护士将手术同意书放到了我面前，我签不了。我急忙摆手拒绝。你不是李天明的爱人吗？护士奇怪地问。是，但是我婆婆说我是外姓人，他们李家的大事轮不到我做决定。我唯唯诺诺地说道。去年在姑姐的订婚宴上，就因为我给女儿加了一根鸡腿，婆婆就不依不饶地开骂，一个小赔钱货还有脸吃鸡腿，鸡屁股让你啃一口都是给你脸了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乐乐她可是你的亲孙女。我抱着被吓得哇哇大哭的女儿，气得和婆婆争辩，啪，一个耳光甩到了我的脸上。我呸！谁稀罕这丫头片子？都怪你这个不争气的婆娘，生不出来儿子，竟出来丢我的人。婆婆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，你一个外姓人，带着个赔钱的丫头，还想吃鸡腿，反了天了。一个婚宴大厅，好几百号人，就这样看着我们娘俩。我一边护着女儿，一边求助地看向老公。可是李天明坐在桌子上，喝着小酒就着菜，这里发生的一切仿佛和他没关系一样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的心就彻底死了。那就尽快让你婆婆来，人命关天，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。护士说完又进了病房。我再次拨通了婆婆的电话，毫无意外，她再一次给我挂断了。我嘴角浮现出了一丝笑容。我知道婆婆从来不接我的电话。上次老公出差，女儿半夜发烧，我向婆婆求助，她一把挂断了我的电话。我们住在郊区，晚上不好打车，晚上下着雨，我抱着女儿走了3公里才打到了出租车。后来女儿由于送医太晚，烧成了脑炎，而婆婆那天也一晚上没睡，因为她和牌友打了一晚上的麻将。李天明家属来了吗？护士又出来催了。为了不给医院添麻烦，我拿起老公李天明的手机，给婆婆打电话。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酒席都开始了。你大外甥长得可好了，咱们李家有后了。婆婆兴奋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妈，是我，天明他，原来是你这个丧门星。你一个劲打我电话干嘛？不知道我今天来喝满月酒了吗？真扫兴。婆婆还没等我说完，就开始骂了。妈，天明他脑出血，正在医院呢，您快过来吧。等他骂累了，我插空说了一句，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天明要是有个3长2短，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贱人。婆婆骂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拿着李天明的手机，手都快被震麻了，10几条信息都是一个备注为宝贝的微信好友发来的。老公，你怎么还没到？老公，看我今天美不美？一会你可要努力点，让儿子感受到你的爱。信息后面还有一张穿着性感睡衣的照片，女人的肚子微微隆起，看起来应该5个月左右了。在2个小时之前，李天明吃了助兴药，随后他开车出去找情人，担心药量不够，他连吃了2颗。我在手机看监控时，差点忍不住叫出声，可是再想想，多管那闲事干什么？
半年前，李天明查出了高血压，狂妄自大的他将医生开的药一股脑扔进了垃圾桶。我劝李天明认真吃药，他直接挥拳揍我。婆婆还嘲讽我，一个破本科还想做研究生的主。其实这种助兴药，可能一般人吃了也没事，只是这李天明有高血压，连吃2颗，直接引发了脑出血。如今他在医院里躺了1个多小时，那边的小三早就等不及了，接连发过来这么多条消息。你个丧门星，都是你把我儿子给克成这样的。我儿子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让你偿命。匆忙赶过来的婆婆冲上来又想扇我耳光，不过我闪身躲过了。婆婆一巴掌拍在了医院的铁椅子上，这是手术室，家属不要大声喧哗。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出来了。李天明家属来了吗？医生又问。来了，来了。我是他妈妈，需要签字吗？婆婆忙不迭地问道。不用了，病人最佳抢救时间已经过了，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医生说完又匆忙进了手术室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儿子到底怎么样了？婆婆发了疯一样的拍着手术室的门。片刻之后，李天明被推了出来，一起出来的还有他的死亡通知单。儿子啊，你怎么忍心抛下我们呢？都怪我，让你娶那个贱货进门，是他克死了你啊！婆婆一边哭一边扑向我。妈，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接，这不能怪我呀。我一边哭一边躲到了离婆婆远远的地方，省得她一会发疯伤到我。我不接电话，你就不能先签字吗？你那手爪子留着干什么的？婆婆红着眼问我。妈，您不是说了吗？儿媳妇是外姓人，我怎么能做得了这个主呢？我委屈地看向婆婆。你，婆婆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。妈，天明他怎么样了？此时大姑子李天丽也赶了过来，啪，又是一记耳光，不过这次打在了大姑子的脸上。都是你这个小蹄子，办什么满月酒，耽误了天明的抢救时间，我们老李家的独苗苗没了。婆婆边打边骂，这次你高兴了。从小你就嫉妒天明，天天盼着他出事，现在好了，你如愿了。李天丽被打得蒙在了原地，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，妈，这都哪跟哪呀？我儿子今天满月，我不今天办，我哪天办啊？再说了，天明他短命，这能怪我吗？李天丽捂着脸哭道，我儿子都走了，你还不放过他？你这个小蹄子啊，真该小时候就淹死你。婆婆瘫在走廊里，哭着拍大腿。婆婆一直重男轻女，她生大姑子的时候难产，身体受损，医生都劝她别再生了，可是觉得没儿子就抬不起头的婆婆不甘心。后来她拼死生下了李天明，老来得子的她从小就把李天明宠上了天。和李天明结婚之后，我就成了婆婆的假想敌。她对我挑三拣四，处处看我不顺眼，嫌我这个儿媳妇没有伺候好李天明。甚至在结婚之后，婆婆还替李天明搓背洗内裤。那次我半夜起床，看到一个黑影从我们屋里出去，原来我婆婆怕李天明冻着，半夜进来帮他盖被子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晚上进卧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门反锁。婆婆为此还向亲戚哭诉，说是李天明娶了媳妇忘了娘，连卧室都不让她进了。于是大姑子李天丽就给婆婆出了个好主意。她曾经淋过雨，所以现在她要撕烂我的伞。这李天丽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个看风水的，那道士来家里转了一圈，说我和女儿影响了李天明的气运。从此以后，客厅就成了我们娘俩的卧室，
而主卧则成了李天明一个人的。那还不是谁想去就去？在我和婆婆之间，李天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妈。谈恋爱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发现李天明是个妈宝男呢？当初我和李天明是校友，他是大我1届的学长，我俩是在一次联谊会上认识的。李天明当时疯狂地追求我，情窦初开的我单纯地以为他就是喜欢我。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，恰好选的导师就是我爸爸。他在一众学生中表现出色，我爸经常带着他参加各种调研活动，那是李天明人生中的高光时刻。而我本科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求学，因为我怀了李天明的孩子。晴晴，你嫁给我吧，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李天明在我的毕业典礼上单膝跪地向我求婚，年少懵懂的我就这样戴上了他给的戒指。爸爸气愤无比，他恨铁不成钢地说要和我断绝关系，但是一边是他的宝贝女儿，一边是他的得意门生，他又怎么忍心呢？就这样，没有彩礼，没有3金，我就这样嫁给了李天明。结婚之后，李天明对我倒也还好，只是婆婆嘴碎，喜欢到处炫耀。大学教授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女儿不是照样倒贴给我儿子？他就是一个本科毕业，我儿子那可是研究生。我们村第一个，要我说呀，生个女儿那就是赔钱货。我儿子那么聪明，这第1胎肯定是大孙子。婆婆的话像一根根刺，扎到了我的心里。其实大3的时候，我就被保送研究生了，要不是怀孕了，现在我已经上研1了，比他儿子一点都不差。后来我羊水破了，我打老公电话一直都打不通，打婆婆的电话，她直接给我挂断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打电话向爸爸求助。爸爸着急来送我去医院，在路上出了车祸。就这样，女儿在救护车上出生了，而我也永远失去了爸爸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，婆婆和李天明开始看我各种不顺眼。生个丫头片子还好意思喝粥，要我是她，早臊得抬不起头了。护士让婆婆回家给我熬小米粥，她站在病房门口叉着腰冷嘲热讽：“妈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女儿怎么了？女儿就该低人一等吗？”我强撑着和婆婆辩论：“你还当你是教授家的大小姐啊？人人都得围着你转，你快醒醒吧！你爸今天出殡，还是你这个宝贝女儿害死的，你以后可没靠山喽。”婆婆在病房门口啐了一口，转身走了。在我打了无数个电话之后，李天明终于到了医院，不过他只匆匆看了一眼就走了。他说项目到了关键时刻，他要带着团队加班。其实我知道，他的手机微信不停地响，电话里还传来了女人千娇百媚的声音。就这样，我在医院里搂着刚出生的女儿，哭了一场又一场。出院的时候，妈妈来接我了。短短1周的时间，她苍老的我都不认识了。爸爸走了，妈妈的天也塌了。为了不继续给她添麻烦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回到了李天明家。没关系，我只要熬过这几个月，等过了哺乳期，我就可以继续上学了。可是我的希望再一次被毁了。你都当妈的人了，不好好带孩子，天天搂着书啃，有什么意思？我趁着女儿睡觉学习，被婆婆看到了。妈，我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该入学了，我向婆婆解释道。哈哈哈，婆婆的眼泪都笑出来了。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我奇怪地问道。你上什么学呀？你生完孩子的第2天，天明就给你办了退学手续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婆婆一脸戏谑地看着我说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发疯一样冲进卧室找李天明，却被他一把推开了。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还上学呢？
走出门，别人都以为你是要饭吃的叫花子。睡眼惺忪的李天明不耐烦地对我说：“为什么帮我办退学？谁允许的？”我哭着问道：“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大早上在这里哭哭啼啼的。你现在是丫丫的妈妈，一个当妈的人了，还总想着重返校园。你拍拍屁股走了，孩子谁带啊？”李天明气呼呼地说：“结婚的时候，妈说让我放心生，生下来了我去上学，她在家带孩子。要不是她这么说，我怎么会这么早生孩子？”我哭着说道。当时我发现怀孕的时候，本来想让李天明带着我悄悄去做流产，可是这李天明一边满口答应我，一边给他家人打了电话。婆婆带着大姑子直接冲到了我的宿舍。晴晴啊，你就可怜可怜我这老太婆吧。我们李家3代单传，你可不能去做流产啊！你就放心生，生下孩子你继续上学，孩子我负责带。婆婆拍着胸脯向我保证。可是现在呢，我的人生完全被毁了。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？让我帮你带孩子，你以为你还是千金大小姐呢？快醒醒吧！你现在屁都不是了。再说了，你要是给我生个大孙子，我说不定还能帮你。谁让你不争气，生了个赔钱货，还让我帮你带孩子？做梦去吧！婆婆白眼一翻，就摔门而去。看到了吧，陈晴，我之前觉得你挺清醒独立的一个人，怎么生完孩子之后，整个人都变傻了，还有一股妈味，熏死人了。李天明嫌弃地从我身边走过，只剩下绝望的我和哇哇大哭的女儿。想起以往的种种，再看看如今躺在白布底下的李天明，我的心里畅快无比。妈，别光顾着哭了，天明已经走了，咱尽快让他入土为安吧。我好心地劝婆婆，你个坏良心的女人，你就这么着急送走你老公啊？我真是看走眼了呀！婆婆的哭声再次大了起来。妈，我也舍不得天明啊。可是我听我一个道士朋友说过一件事，我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到底什么事？快点说。”婆婆抹了一把眼泪说：“她说呀，家里年轻人走了，必须当天火化，否则家里的老人可是要遭殃的。我这不是担心你和爸有事吗？”我又严肃地加了一句：“真的吗？”婆婆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妈，天明都这样了，我还有必要骗您吗？”我正色说道：“那行吧，那就通知殡仪馆吧。”婆婆还是很清醒的，儿子再亲也不如自己的命重要，关键时刻还是要保住自己的老命。签了无数个字之后，李天明终于被推进了火化炉。李天明，你也有今天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爸爸去世后，李天明和婆婆对我的态度急转直下。有天我带女儿外出回来，听到了李天明和婆婆在卧室聊天：“儿子啊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生个孙子啊？我现在看着那母女俩就来气。妈，要不是你当初让我做手脚让她怀孕，我才不会娶她呢。怎么现在你又看不上了？我那不是为了你好啊！当初她多傲气呀，不先让她怀孕，她能那么听话的嫁给你吗？咱李家能不花1分钱就白得一个媳妇吗？妈，你别着急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。放心吧，这孙子啊，你迟早能抱上。真的假的？儿子，用不用妈帮你物色几个？咱小区里有好几个漂亮大姑娘呢。妈，您别着急，他妈那里不是还有好几套房子吗？等把房子弄到手了，您就等着抱孙子吧。好，真是妈的好儿子。原来我早就在李天明的计划里了，他利用和我的关系，成为了我爸的得意门生，接着故意让我怀孕，
和我结婚，成功打入了名人圈。现在我爸走了，他居然还打起了我家房子的主意。我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，没想到一切都是别人设计好的。好在老天有眼，李天明，你自作孽不可活。处理完医院的各种手续，我回到了家。早在去医院之前，我就把女儿丫丫带到了我妈家里。刚开始，妈妈接受不了我爸突然去世的事实，现在有丫丫陪着，妈妈精神状态好了不少。而我则独自返回李家，想把自己和丫丫的物品拿走。没想到东西还没装好，婆婆和大姑子李天丽就回来了。陈晴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婆婆一把拽住我，气势汹汹地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我挣脱开婆婆的手。你以为天明走了，你就可以吞掉他所有的钱是吗？你妄想！我问过律师了，他说天明的遗产要分我一半，快点给我。婆婆伸出了手，真是，你这女人克死我弟弟不说，还这么黑心，想吞掉他所有的财产，你妄想！真以为我们李家没人了？李天丽也恶狠狠地说道。呵呵，好笑。李天明的工资卡是在我这里，他死了之后，手续都是我办的，里面有50万的存款，再加上李天明的各种投资理财，加起来大概一共200万。他的房子是婚前买的，和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这遗产我可是一分都不能少拿，我还有女儿要抚养呢。这卡里有60万，就当天明给你的养老钱吧，别再来打扰我们母女了。说着我就要关门，没想到婆婆一脚拦住了门。等等，怎么就给我这么点？天明年薪50万，他的存款不至于就这点吧？婆婆算的还真是门清。我、丫丫和你都是第一继承人，钱要咱们3个平分。这样说你能明白吗？是吗？要是天明有个儿子呢，那该怎么分？婆婆得意地将走廊里的人拉了过来，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人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我弟弟在外面找的大学生，不仅比你漂亮，比你年轻，人家还能生儿子。李天丽又开始在我眼前蹦跶。姐姐，我肚子里可是怀了天明的骨肉，他人走了，你得让我们娘俩活下去啊！女人说着就要往我身上靠。谁是你姐姐？我可没这么没脸皮的妹妹。我立刻往旁边一闪，躲开了她。陈晴，告诉你，现在她肚子里可是有我们老李家的根，你那个丫头片子都能分钱，我孙子更得多分点。说完，婆婆还摸着女人的肚子向我炫耀。你确定肚子里的孩子是李天明的？我好心地提醒婆婆。废话，你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怎么，羡慕别人有儿子了？谁让你那么不争气？怪得了谁？婆婆夹枪带棍地回击道。那你怎么证明啊？我看着女人问道。证明什么？这次换女人奇怪了，证明肚子里的孩子是李天明的呀。你能拿出证据吗？我乘胜追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欺负我一个孕妇，算什么本事？天明他在天之灵，一定会帮我惩罚你这个毒妇。小三倒在这里卖起惨来了。陈晴，你够了！天明都走了，你还不让他安生？说白了，你就是不想拿钱出来吧？那我们就等着法院见。婆婆的大嗓门子将左邻右舍全都引了过来，大家议论纷纷。亏你还是大学教授的女儿呢，就这点素质啊！拿人家孤儿寡母的钱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婆婆一看人多，立马有底气了起来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不给我钱，
我连饭都吃不上了。小三也跟着婆婆一起闹了起来。我静静地看着他们演戏，眼瞅着人越来越多，我看着时机也差不多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确定肚子里的孩子是李天明的？我清了清嗓子问道。你什么意思？女人急得脸都红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万一你肚子里的种不是李天明的呢？我好笑地看着他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生不出儿子就算了，现在有人替我们天明生儿子了，你又开始嫉妒了。婆婆一把将小三护到了身后，为了证明孩子和天明的关系，我可以去做羊水穿刺验 DNA。 小三信誓旦旦地说，我也支持你去做鉴定，可是李天明已经火化了呀，死无对证了呢。我心平气和地说道。什么？我小三一改刚才的自信，肉眼可见地慌张起来。还有，妈，认孙子之前先看看这个再决定。我将一沓子照片扔给了婆婆，里面是齐豫和几个不同的男人的亲密照片。你这个骚狐狸，居然背着我们天明和这么多男人勾勾搭搭，你肚子的野种是谁的？真的是天明的吗？婆婆将照片摔到了小三的脸上，那一沓子照片都是小三和不同男人的亲密照。我早就知道这小三的存在，她今年刚大学毕业，在学校就是出了名的交际花。李天明当时作为优秀毕业生去他学校演讲，两人一来二去就搞到了一起。李天明图她年轻漂亮，他图李天明事业有成。不过他跟了李天明之后，还和其他的男人不清不楚。至于这小三肚子里的孩子，估计他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是谁的。阿姨，你相信我，这孩子就是天明的遗腹子，你别听这黄脸婆瞎说。小三彻底崩溃了。哎，这陈教授的女儿造了什么孽，摊上这么一家子奇葩？真是的，儿子不争气，还好意思带着小三上门要钱，这老太太脸皮也真厚，世风日下呀。现在什么没底线的事情都有人做，不怕臊得慌。人群里的指责声越来越多，婆婆的脸上挂不住了。她虽然蛮不讲理，但是生平最好面子。你个贱人，都怪你，让我的脸都丢光了。你以后再带着你的孽种来找我，看我不把你打跑。婆婆脸上无光，气冲冲地朝小三骂道：李天明总说你又蠢又笨，真想不到你这么厉害，是我低估了你。小三盯着我，突然意味不明地笑了。李天明看人一向不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不也认为你是清纯玉女吗？我笑着目送小三离去。半年前，李天明突然说要给我买保险。我在家带了2年孩子，早说过无数次让他给我买保险了，他都置若罔闻。当时我还以为是他良心发现了，直到我偷听到他和小三的通话。小玉，你放心吧，只要那个黄脸婆把这个保险受益人写成是我，那咱们的大别墅就有戏了。他那么蠢，怎么会起疑心呢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晚上抱着他，就跟抱着一头猪没什么两样。就他那脑子，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怪不得李天明主动要给我买保险，怪不得他每周末都邀约我去爬山、去海边。原来这就是他的目的。他们这对狗男女暗度陈仓还不够，还想置我于死地。好吧，我就让你们如愿。我在保险单子上签了字，又出钱给李天明也买了一份保险。老公，你为咱们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而且你是咱家的顶梁柱，保险你也应该买一份。也许是李天明觉得志在必得，也许是因为是我给这份保单付款，所以他没说什么，痛快地签字了。也是老天有眼，在保险买好的2周后，
李天明在公司体检就检查出了高血压，所以现在除了李天明留给我的钱之外，还有保险公司给的钱。虽然不至于后半生无忧，但是足够我和丫丫度过目前的困境了。还有，我过生日给我买50块钱口红还哭穷的李天明，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给小三转账超过了20万，那全部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稍后我会让小三一点一点地吐出来，就算他的儿子不是天明的，那钱你也不能自己独吞。天明他还有个外甥呢。李天利为了夺遗产，把他那刚满月的儿子都给抱过来了，真是煞费苦心。呵呵，大姐，我知道你读书不多，但是拜托你找个律师好好咨询一下，这外甥在什么情况，还有继承权。我好笑地看着李天利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就是比我多读2年书吗？好啊，你不拿钱是吧？那就等着法院见吧。李天利抱着他儿子气呼呼地走了，耳根子终于清静了。快中午了，丫丫和我妈还在家等着我呢，我得抓紧收拾东西了。我拉着行李箱走出了卧室，看到了瘫在沙发上一脸惨白的婆婆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打开门正要出去，没想到撞上了正要进门的公公。李天明那将近1年没回来的爸爸，他在外面做工程，常年累月的不回家。我嫁过来这2年，只见过他3次。儿子，我儿子呢？他一回来，就将靠在沙发上的婆婆拽了起来。看来好戏还没有演完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这个老头子，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婆婆开始嚎啕大哭，儿子到底在哪里？公公李大伟用力地晃着婆婆的肩膀。天明他已经火化了。婆婆指了指桌子上的遗照，混账！谁让你这么快就送儿子走的？公公气得一拳打在了桌子上。是这个贱人，他说不早点火化，会克死咱们2人的。我就听了他的。婆婆指着我说道：“原来是你。”公公恶狠狠地看着我说：“我都说了，这女人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你们母子被猪油蒙了心啊，非要娶这么个货色。”公公气急败坏地指着我骂道：“老头子啊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呀？”婆婆哭着扒拉公公：“爸当然没空回来了，他小儿子过6·1儿童节，他不去参加也说不过去啊。”我一字一顿地看着公公说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把天明都克死了，还有脸在这里胡说八道！”公公急忙呵斥我：“什么小儿子？他在说什么？”婆婆敏锐地捕捉到了对他有用的词语：“老婆子，你别听他红口白牙的乱说。”公公肉眼可见的慌了。婆婆虽说没什么文化，但是性格很辣，在这个家说1不2。李天明之前就告诉我，他爸对他妈言听计从，这次我看他怎么圆这个谎。什么小儿子？婆婆拽住了公公质问道：“哪里来的小儿子？咱就天明一个独苗苗。”公公慌张地解释：“妈，我在家族群里分享了一个视频，您看看就明白了。我闺蜜是幼儿园的老师，那天我去找她咨询丫丫上幼儿园的事情，恰好看到了公公。年过半百的他拉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，关键那男孩还一口一个爸爸的叫着。要知道，公公可是标榜自己常年在外地做大工程，没空回家。看来不是没空回家，只是没空回这个家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我悄悄地拍下了这段视频，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。李天明去世后，他爸为了陪小儿子过儿童节，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来看。这李天明地下有知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再次活过来。你个老不死的，我给你拼了！
你居然瞒着我在外面找野女人，还搞出来个小崽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婆婆拽住公公就开始挠。公公刚开始只是躲闪，后来被打急了，也开始还手了。你个疯婆子，天天管我管得那么严，是个男人都得疯。天明他走得早，他就算不出事，也得被你给逼死。公公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你都能当爷爷的人了，你还跟别人生儿子！”婆婆一边哭一边骂：“想当初，我怀疑李天明在外面有女人。”婆婆知道了之后，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：“男人哪有不偷腥的呀？只要他还肯回家，那就证明他心里还有你。你总对自己男人冷个脸，谁会喜欢你？天明就算真在外头有人，那也是你逼的。当女人就得有当女人的样子，你睁只眼闭只眼，那不万事大吉了吗？”婆婆当初这么说，我真以为她三观有问题。现在看她和公公打得这么凶，我才知道刀子扎在谁身上，谁才知道疼。风凉话谁不会说呀？我拉着行李箱走出了这个充满了污浊之气的家，浑身舒坦极了。李天利还真是说到做到，他跑到法院要求我将分得的遗产再分一半给他儿子。法官自然是驳回了他这奇葩的请求。相比李天利，婆婆倒是安静了许多。听说公公在外面有儿子的事情，现在闹得整个小区都沸沸扬扬。婆婆已经很久都不出门了，而公公回家不到2天，就又匆匆地走了。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她和婆婆办了离婚手续，将那栋老房子留给了婆婆，自己和小3儿子在隔壁新小区买了一栋大房子。这天我去接女儿丫丫放学，远远地看到有一个老太太不停地朝着幼儿园里东张西望。我定睛一看，这不是婆婆又是谁？只是她和我印象中的那个人大相径庭，50多岁的人，看起来和70来岁相差无几。看来公公出轨的事情对她打击不小。这个老太太从这个月起就天天在幼儿园门口蹲着，问她也不说话。大家都看好自己的孩子吧。排队的一名家长悄悄地给我说，1个月前正好是丫丫入园的日子，婆婆每天来这里蹲守，难道是为了看丫丫？呵呵，想起她对我们娘俩的冷言冷语，想起她对丫丫的伤害，现在才想起来赎罪。晚了，第2天我就去中介看了房子，当天就交了定金。1个星期后，我和妈妈、女儿搬到了200平的新家，丫丫也转到了我们新小区楼下的幼儿园就读。再后来，听亲戚说，婆婆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将腿摔骨折了。大姑姐李天利嫌照顾她妈麻烦，直接将婆婆送到了养老院，而他们一家子则是光明正大的搬进了婆婆的房子里。现在你婆婆天天念叨儿媳妇和孙女，说那时候亏待了你们。亲戚在微信上还替婆婆说好话，是吗？失去后才珍惜，有什么意义？现在没人管了，想起我们了。我远离了他们李家人之后，生活工作样样顺利。丫丫上幼儿园之后，我找了一份电商客服的工作，虽说挣的不太多，但是足够我们娘俩日常消费了。工作不太忙，闲暇之余我就自学考研。幸运的是，我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成功上岸。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我和丫丫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